嫂嫂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是李姑娘。一晚上不见，陆郎君倒是学会自作多情了。谁说我是来找你的？我是这里的住客。你住在这儿，你怎么不乖乖的待在教坊里啊？住在哪儿是我的自由，难不成陆郎君把这家客栈包下来了，不许别人住了吗？哼，恐怕以陆郎君现在的实力，别说是包客栈了，就是连早膳都未必有着落吧。李姑娘，早膳来了，可以吃了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不是让你们都待在教坊吗？怎么会遇上贼人？我担心郎君一人在外都有不便，所以就偷偷溜出来。没想到何必担心我？我如今已经离开右教坊了。若你们再不好好守在那里的话，御演乐团随时有可能被解散跟替代，那我们之前的计划不就都白费了吗？郎君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有什么错？错的是有人不解风情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把别人的一片赤诚扔进泥潭，不屑一顾。好了，檀溪一夜未归，未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回去？他现在是遭人行刺，你当真以为是普通贼人？心儿说那些人明显是要檀溪性命的。真是祸不单行，看来当年纵火之人也锁定了檀溪，当务之急是彻底拔除此人。檀溪，那个护身符你带了吗？带了。我想办法再去一次太常寺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痕迹。这个形状的挂件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呀？我爹有个相似的，对，就是这个形状，味道也一样。不过我好几年没见他戴过了。檀溪，你这是哪儿来的呀？这师姐，你是说宇伯伯有类似的物件？是啊。你们干嘛都这副表情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堂堂公子爷，居然学会了翻窗越户，成何体统啊！老爷，还有件事儿。说。杀那丫头的2人来报，说是马上就要得手了。谁想郎君突然出现，他们怕伤着郎君暴露身份，就只能暂时作罢。废物！如此一来，岂不是更让人平添怀疑了吗？此刻郎君定是和那丫头还有陆景年在一块儿啊。若是他从陆景年口中得知什么真相，那岂不是？看来退而结网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去送信给陆景年，就说我约他醉仙楼一叙。是。没想到教坊史竟然有可能和当年那场大火有关。倘若真的是他，那之前种种阻止我们调查的行为，就可能是为了掩盖当年罪行。这么想来，一切都说得通。不是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还一副这个表情。时间不早了，教坊还有事情，你们莫要让人落下口实。星儿，你带着檀溪，还有师姐先回去吧。好。放心，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。那他呢？我还有一些事需要李姑娘帮忙，待会儿我亲自送她回去。亲自送？哼，那护花使者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。我走了。假设是他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
如果文君是因为知晓他真实身份而被灭口的话，檀溪是他妹妹，他着急杀死檀溪，怕是为了杜绝后患。看来我们要抓紧确认了，不然恐怕来不及了。如果真如我们所料，前几日自尽的那个副使，怕也是他的手笔。所以你才故意推开我，你怕我也遭受毒手，对吗？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雨伯伯了，他还会做出任何事，我全然无法预料。既然他的目标在于我，我只能让你远离我了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我怕。这几日你已经说过2次这样的话了。我知道，你敬雨伯伯如师如父。如果有些事情你不想面对，我来替你做。我已经没有后路可言了。为了那13个人的性命，为了改写这世道的不公，我绝不能后退半步。客官，客官，有人给您的信。雨伯伯约我去醉仙楼。老爷，您可想清楚了，这层窗户纸一旦被捅破，那您的秘密就可能会被陆景年知道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上者以救人而治人，下者以胁迫而治人。你觉得我是在救他，还是在胁迫他？这小的不知。放心，这条路我如履薄冰地走了20年，又岂能轻易被他人斩断？来，诸位，干！来，不醉不归啊！你做什么？给乐团一个艳丽的曲儿，别总是什么山水，听不懂。曲怡情，啊，你说的那些艳丽低俗之乐，我不会。老板呢？老板，来了，爷您吩咐。今儿爷包场了，爷说弹什么就弹什么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周宁远，再不弹就收拾东西滚蛋。就是一个贱气，装什么高等乐人？你以为你是给皇家演奏啊？啊！我发誓，终有一天，我会摆脱阶级，摆脱这里的一切。就是个贱气！我的琴，琴，这是你的琴啊！你别碰我琴，我的琴！给我打他！别打了，为了摆脱阶级，我拼命努力走到今天，尝断腕锥心之痛。无论谁想破坏，我都不会给他任何机会。陆郎君请，教坊使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我陪你。姑娘，教坊使只请了郎君一人，姑娘还是在外等候吧。无妨。今日不过是一顿家常便饭，
没有外人。既然李姑娘与锦年关系匪浅，也当是自己人。闲杂人等，不得入内。我郎君的贴身小厮，我成了闲杂人等。你让开，我进去不是。这醉仙楼的菜品比宫中御膳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若是放凉了，可有些暴殄天物了。教坊使今日约见，不知何事。你如今已不是右教坊副使，我也未着官服。今日只是家宴，随意称呼就好。景年啊，这桂花酒酿入口香醇，可是老板多年珍藏。我知你爱喝，特意向他讨来，快尝尝，可还能入口啊？这酒越陈，越容易醉人，叫人看不清眼前的人和事。我便浅尝即止吧。我这世侄啊，跟杰儿完全不一样，从小就知分寸、守礼仪。若不是当年被贬，心灰意冷，如今也不会随波逐流，浪荡于世。所以，人是最善变的。说得不错，只是要变给自己看，还是变给他人看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教坊使要是有话要说，不如开门见山。不是我想说什么，而是我猜你有许多疑问，需要我来解惑，对吗？你去哪儿了？里面半天没有动静，也不知道小姐和陆郎君怎么样了。我去买这个。再给他们一盏茶的时间，要是再不出来，哪怕血洗了醉仙楼，我也要把郎君和李姑娘给救出来。生津哥，你的手怎么在发抖啊？有吗？这菜刀太沉了，你先帮我拿下。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教坊使为我解惑。红灵草一事来的蹊跷，我未经审判便被革职，魏哲也蹊跷入狱，这一切可是您的手笔？是。那就请教坊使赐教。玄之，你为官之日尚不算短，我以为你深谙这官场之道，却不想这为官要三思中。你只知其二，却不知其一呀。什么意思？所谓三思，就是思危、思退、思变。玄之明白自己与整个官户权贵为敌，与其逆流而上，不如思退。可退到哪里是门学问，若一般人等一定会退到众人不注意的地方，再谋定而后动。可贤侄深知灯下黑这个道理，借被贬之事，故做出一副从此浪荡于世的样子，麻痹世人，这叫思变。可嗅到了危险，就要躲开危险，这叫思危。贤侄聪慧，这个道理却怎么都不明白呢？世道不公，一己之安危何惧之有？
一己之安确实不足为惧，可是以假户籍登上元，欺君罔上，这绝不是罢黜了事，而是重罪。你并非带平民越人走上了一条可以追求公义之道，而是带他们走上了一条可以预见的黄泉路。你果然都已经知道了。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为免你铸成大错，我只能先让你离开右教坊。贤侄，伯父的苦心，你何时才能体谅？教坊使此言，到底是为我的生死担忧，还是另有隐情？维权者就应该感同身受，尤其是对平民越人的生存苦楚。教坊使，您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吗？从来生死富贵皆由天定，贵贱有别，应该各安其所，不要妄想礼越龙门。陆郎君，教坊使，光顾着话家常，菜多凉，不如我们边吃边聊。贤侄，如今你已离开右教坊，伯父我身为教坊使，权势滔天虽谈不上，但关照几个越人还是绰绰有余的，所以你大可放心，我会让苏宗臣好好对待他们。请陆郎君。我这次偷跑出来，我爹肯定气坏了。本来最近他身子就不好，我回去看看，若他没事，我就立刻来找你。嗯。怎么了？怎么你们最近都吞吞吐吐的？你这样，年年也这样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红灵草事件因你而起，右教坊出事，陆郎君被带走，而你父亲却突发疾病，这一切是不是都太过巧合了？巧合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记不记得那天我跟你在集市上采购，我说好像看到云深跟那个商贩在说话。什么商贩啊？就是那个满脸都是胡子的那个商贩，你从他那儿买了云灵子，把陆郎君给害了的那个商贩啊。不是说看错了吗？哎呀，我本来也以为我看错了，但是那日我去你家又看到了云深，我觉得就是他。而且今日李姐姐和陆郎君对你说话都支支吾吾的，我觉得是不是这一切都跟教坊使有关？你去哪儿？我要去证实一下。哎呀，郎君，你可别乱来啊！这可是血脉畅通之处，若是稍有不慎，就带上杀人的罪责。哎，胡说八道！这儿才是血脉畅通之处。说，我父亲在这儿住了几日，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？这……别怕，大不了我一命抵一命。黄泉路上，咱们也做得到。我说，愚公不过是火急之症，只需饮食清淡，静养几日便罢。那生死攸关，也是假的啊！是愚公让我告诉郎君的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。
教坊准则，越人绝不准私自外出。你们不但不遵守，还夜不归宿。不要以为法不责众，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。陆郎君在的时候也没这么严苛。我们是越人，又不是犯人，凭什么不准外出？你也说是陆景年在的时候，如今右教坊由我执掌，所有规矩由我来定。这位姑娘，是不是想以身试法？私自外出是我的错，与燃气无关。苏郎君要责罚，就责罚我吧。是我也有错，惩罚我吧。够了！不要再来陆景年惺惺作态那一套，演什么团结一心的戏码？技艺高于一切，你们若达不到我要求的水准，只能被淘汰。我还不知苏郎君为何如此上进，对越人还有要求，是要求银子上的数额还是重量啊？在我圣朝，以财力入教坊，并不少见。毕竟有些人官职比你高，银子比你多。上元节是块肥肉，众人皆知。若到时真有人以财力相拼，保不保得了各位，且看造化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把我们赶出教坊？哎，郡主来了。不知郡主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苏郎君言重了。今日我在宫中向圣人请安时，听闻你临危受命，一人担任2教坊之职，实属辛劳，特意备上一些糕点以作慰劳。多谢郡主牵挂，苏某不胜欢喜。就说苏郎君辛劳，刚刚上任便让众人齐聚练习。大家不用拘谨，当我不在，就像平时那样训练即可。我已向圣人禀明，你们8人乐团是我入圣朝以来见过最默契的，圣人也非常期待你们在上元节的演出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练习，不要让圣人失望啊！郡主是说，你将他们8人禀告给圣人了？对啊。李姑娘的主位，馨儿的副位，檀溪的箜篌技法精湛，这些我都已经禀告了。哦，还有什么遗漏的吗，苏郎君？没有了。那我们开始练习吧。刚好之前的舞蹈我也稍有参与。好。郡主，您怎么总是这样啊？怎么了？您总是在背后默默为陆郎君做事，这不是白费功夫吗？这怎么会是白费功夫呢？虽然我不知道陆郎君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没有放弃右教坊众人，也没有放弃上元节。我帮他守住乐团成员，这很重要呀。关键是，您做的再多，他都不知道啊，有什么用呢？我做这些，从来不为他的回报，只是依心而行。若想太多，反而劳心伤神。总感觉那个苏宗臣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。没想到，看似和蔼可亲的教坊使，竟然有如此狠厉的一面。明明是满口威胁，却还要装出一副怕你出事的模样，真是道貌岸然。利欲熏心，当真让人蒙蔽了双眼。可他若真是贱籍，为何又会说出贵贱有别，不要妄想鲤跃龙门的话？一个人在接近权力的时候，就会以为自己也拥有权力。这些年，他总混迹在贵族之中，似乎早就忘了自己的出身，以为自己与贵族无异。
你今天为何阻止我？当风是势不可挡的时候，就没有必要逆风而行了。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不思危，不思退。那就证明我们是同一路人啊！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，但若因此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儿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既然前路未知，又何必整日凄凄度日？珍惜当下，是最好的劝世箴言。所以，别再推开我了。 今日你跟我一起面对，怕是我想推开你，蒋方石也不会再信了。我的手不会又突然消失吧？郎君，咱能不能不可着一个人祸害啊？我需要进去拿教方石越级的证据。你之前不是这副打扮的吗？还是你有更好的方法？那事成之后，你得给我放约会假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去吧。叫魏征给我出来！这个男子不该当着岛主。他结婚完之后几日都不归家，他躲在太常寺里算什么好汉啊？这个泼妇到底是什么人？呸！你管谁叫怨妇呢？我可是你们未来的主子。她好像是那天魏公带来的丑丫鬟，上次来过。魏征，你给我出来！这魏征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撞死在这太常寺门口，我不肯回去。别，就是你撞死也不行，魏公被抓进了牢狱了。哎，不早说，浪费老娘感情。走了。你是魏公，平时看着挺正派的，怎么还饥不择食啊？男人嘛，也有酒后乱性的时候，理解点。不过，我要是魏公，就算下大狱，我也不娶她。也是。哎。金印工序繁杂，若是造假，欲火便会融化。但此印依旧清晰可见，难道是我们推断错了什么？户籍的真假不局限于金印，最主要是在纸张上。户籍的专用纸张取自宫廷，是一种用植物浆水浸泡过的变色纸。在阳光下呈7彩，而造假的普通云灵纸只有6彩。
教坊使，请。教坊使，查看户籍此等小事，何须您亲自登门？找人差遣一声，我自会送到您的府上。上元之事无小事啊！如今各国使臣均已到达上京，为免有乱，圣人才叫仔细查看越人情况。况且徐少卿若升任太常寺卿，你我就分属平级，又怎敢劳您大驾呀？我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也是仰仗教坊使的提携。徐少卿能力过人，日后在圣人面前，我定会多加赞扬。多谢教坊使的抬爱。请。陆景年，纵你有天大的本事，又能奈我何？郎君，你就带我去吧。教坊使身份尚无实证，他拿走了月籍，我只能去冀州探查一番了。此行秘密，需慎之再慎。我一人便足矣。可天高路远，你要是遭遇不测，我从何得知啊？况且小狐狸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行动的。所以我才需要你来帮我保守秘密。你在教坊好好看着他们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教坊也危机重重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那好吧，那你要记得日日与我飞鸽传书报平安。郎君，驾！你找谁啊？请问这个护身符可是这家人所用吗？是他家的。这周家儿子讲究，这护身符选的桃木啊，都比别家的好，是个要强的孩子。可惜这孩子呀命短，他父母死了没多久，他也就死在外面了。那他家的其他人？他家也没别人了。周老爷子公母俩身体都不好，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，叫周宁远。自小就喜欢弹琴弄曲啥的，心高，总想一个人去京城闯荡。哎呀，可是没想到，他的墓碑在哪儿？啊，就在后山。他们家有个发达的亲戚，前些年才回来给他们修了坟地，修的还挺体面的，也挺好找。有了。哎。若此人就是教坊使，那真墓应该是空的。新土难道被什么人动过？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